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境对话易碎君，欢迎。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易碎君 Jeffrey，我是香港人，我现在住在洛杉矶，很高兴见到大家。那先给你拜个年了啊！我们这个日子选得好啊！现在这个中国时间、香港时间啊，已经进入大年初一了，是吧？那我这边现在还是算是年30啊，除夕夜。你那边还没有到除夕夜是吧？除夕啊，对，除夕。我现在是16号，对啊，你还没有吃年夜饭呢，理论上对吧？对，好，怎么过呀？打算我们先聊点题外话。可能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吧。对。你其实从香港离开到洛杉矶已经多久了？我是22年的8月离开香港之后呢，是完全没有见过家人。是一个人在美国这边，对，已经差不多快4年了，差不多快4年了。对。那先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故事吧，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我得先跟这个观众朋友们先说一下啊，也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啊。这个给观众朋友们大家大年初一在这里看我们的直播，所以那个香港警方的那个信件可以放一下，对，因为我得先跟这个观众朋友们铺垫一下啊，就是其实这个易碎君呢，很早之前，可能有1年多之前吧，咱们就已经有联系了，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说要跟我对话，对，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成年了，因为还有人跟我说说你的这个情况很复杂，然后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成年的话，我不太敢跟你做这个对话，因为你这个情况我是担心你的危险的啊。好，我们现在听你来讲述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当年是2022年的2月10号，我当时呢那时候就国安法刚通过不久，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香港发生的事情，我又觉得非常的气愤。于是呢，我就开始给乳透社投稿乳包视频、乳包的各种东西了。对，就用这种幽默，用这种毒辣的讽刺手法来直接怎么说呢？去 disrespect 这个政权。OK， 对。然后，哎呦，这个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我就被拉清单了。对，那时候2月10号，22年的2月10号，直接5个香港警察国安处的这个员警，直接带着法院签发的那个搜索票啊，那些破门的那些工具，就像你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就那个 FBI 突然直接把你们砸开，那个工具，那个很大的那个锤子，对，那些就直接，然后我呢就唯有就乖乖听话，把电脑电话什么的打开，让他们搜，然后就跟他们。你当时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我当时我妈妈还有我哥哥在家里。那他们是不是吓坏了？算是吓坏了，但是我妈是当下是立即翻脸了。这我之前看过一张梗图的很好笑，就是这个红卫兵说，我把我妈给举报了，我这个是倒过来，现在这个是倒过来，我把我儿子献给党。对。那你妈现场是一个什么反应？你说现场就是一副就站在一个比起这个国安还严肃的一个态度在指责我。那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就指责你。他其实具体也不清楚，但他见到是国安跟政治有关的，那就直接全自动了。他都好像没有人教过他要怎么说，他就好像自己就已经有一套流程，很经典的，就是文革社会。他是不是觉得用这样的态度反而可以，就是帮到你或者救到你？不是，是帮到他自己。因为我记得我讲的这么残酷。对，因为我从局子里面，对，因为我从局子回来以后，他还蛮高兴说：“哎呀，抓了就好，我养小几年，对我少养几年。”讲这种话啊。对。
就说什么，哎呦，这个又是什么？你永远是中国人呢、你这个被美帝什么 CIA 给洗脑了。哦，那你妈知道的事情还挺多啊，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对，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最幽默的事情就是我跑了之后，他们自己觉得好像我跑了之后，他们好像有点危险，他们也跑了。对，这个是对。等会儿我们一点点说啊。你首先你在香港的当时2022年的时候，你去发一些这个侮辱习近平的一些东西啊，对吧？对。那你当时有没有做这个身份上的保护啊？你有这个意识吗？老实说，我那时候我的那些网上安保，那时候一方面是因为年纪还小，一方面还是觉得说，哎呦，这个大家都骂的话，这个铁拳要砸也不会这么巧砸到我头上吧？结果铁拳还真砸我头上了。那个时候你多大啊？被抓那天是15岁啊？对。那也就是说，2022年你15岁，那就是去年2025年你才18岁。我是2024年的4月，我是06年4月出生的。对。OK。对。我真年轻啊！你给我们讲讲吧，那个5个国安去你们家撞开了门，把你和你的这些电脑啊什么都带走了，带走之后发生了什么？纠正一点，他们不是撞开，是我妈主动开的门的，就看到警察就开的门。对，好，对，然后就是一个很长时间马拉松式的审讯吧，我会觉得就把那个来龙去脉，我是怎么反党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我都认识些谁啊，那些话就不停的套我的话。然后最好笑，我觉得有件事情就是有个警察就看我小孩子嘛。就拿一些小孩子问题来逗我。哎呦，小朋友有没有看动画片啊？有没有看那个日本的《刀剑神域》啊？我当下我是真的想跟他说，长官，你玩不玩原神？原神启动，对，跟他原神启动。对他是真的把我当傻逼是吧？就以为这样能把我嘴撬开。我当然一个人还在香港的同事的名字也没交出去。的坚决，我就一个小屁孩，我啥也不知道。对，什么名单没有。对，对，关了你几天？没有，就1天而已，就当天。因为他们也想把这件事情保持低调，对他们也不想闹得太大，因为尤其是我还不是这个案件的主角，这个案件的主角是路透社嘛。对，他主要是目的是瓦解整个路透社。你现在把我一个小屁孩，他把我进去关个几个月，他也干不了路透社，你这是给他反向宣传，所以他也是有一个策略在的。那好，你被关了1天，放出来了，那个时候你什么心情？害怕吗？是害怕，但是说后悔，一点后悔也不觉得。对，我也常想这个问题。这个政治迫害的后果，它不是应该导致后悔的原因。我觉得，因为老实说，我干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会不会被迫害，而是发自良心的一种呼求吧。所以。真正该后悔的。你有没有想过啊？我知道，就是我们不聊后悔的事情啊。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些特别，比如说你那个时候在被他集中审讯的时候，对吧？那这个审讯我们知道它不会是持续不断的，就也许有的时候就让你一个人待着，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对吧？然后再换一波人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在那个里面，你的这个大脑肯定是在飞快的运转，对，想很多事情，对吧？对，我就说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会想到一些很可怕的结果，就发生在你身上或者发生在你家人身上？我是想到圣经新约里面的一个章节，就是耶稣的十架七言，就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那一句的经文就不断冒出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的
我的神呐，我的神呐，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的。我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样吧。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哦 ，OK， 从小就是是吧？也算了，但是自从反送中以后，教会里面是有一些就小粉红吧，一边去教会，但是一边又要当小粉红，我都受不了。那时候是很失望，离开了教会。但是该做的我还是继续做，即使我不去教会。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小段经历，就是小时候我妈呢，她要回乡探亲嘛，她就让我给她祖宗上坟，然后我说，哎，我是基督徒，我不拜偶像。然后她这件事情应该是气了我好几年，到现在应该还在气我吧。哦，对。那你从警局出来之后，过了多久你就逃出来了？对，大概是出来以后半年的时间，暑假一放暑假我就跑了。那你这半年其实就一直在策划这个事情是吧？对，一直在策划这件事情，然后警方也继续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就一直在尝试在说服我去给他们当线人。他们给我的条件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帮他们办事，我这个案子他们直接消了，就直接当没事发生。对。哎，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吧？对，给我这样一个好处。那你如果你不答应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善罢甘休的呀，是吧？对啊，当然，所以我就拖着，我就说好，先等等，但是可以，但是你们把我电脑、手机全收走了，我哪来的器材呀？你就帮我申请一下呗。对，就这样，就这种借口，然后就说，哎呦，现在疫情很严重啊，这个中央政府都说高度重视疫情了什么的，就怎么说呢？就用他们会听的语言去拖着他们。因为他执法部门他也是怎么收钱办事的，他也不会真的这么用力，他针对的也不只是你一个人，他有好多的人去对付。只要你想好怎样去面对执法部门的时候，有时候生与死就是取决于你怎样去应对，你够不够聪明去应对这些部门。那你是怎么考虑的？就是你决定不留在香港了，不和这些人去周旋了，你就直接离开了。主要我是觉得，因为香港的这个国安法这个系统，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审讯。对，你不能保释，你就甚至有时候律师也不能见。然后你还法律上来说，你说你干了什么，你比如说清楚，它也是一种罪，它也是额外的一项罪名。然后那个法官又是政府行政机关自行决定。他专门指定的法官给你审，那你还怎样对付他？然后他那个法律本身也订立的非常的严苛，所以基本上在体制内抗争的空间是一丁点也没有。那我打不过他，我还不能跑吗？说说你这个逃亡的计划吧，当时是怎么想的？因为你当时很小啊，对，你当时才15岁啊，15、16岁。我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振臂呗，他来都来了，那就振臂呗。那当时家里人亲戚什么的听到振臂这两个词，他们你还和你的亲戚商量这个事儿啊？对，主要我本身不想，但是是我爹听说到警察上门了。他就抓着我去，哎呀，别振臂了，别振臂了，我们再和亲戚朋友再聊一下怎么办好了。那你有跟你妈说你这个计划吗？有，但是他们都是非常的坚决反对。那你不怕你妈把你给举报了吗？这个逃有可能死，但是不逃就肯定会死。那你说逃不逃？这个起码试一试。你逃这个事情，你把你要逃的这个计划告诉你妈、你母亲，你不害怕吗？
就是你说你妈是这么一个态度的话，对，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取信于谁，在香港，就真的说是可以靠得住的，就是对于一个15、16岁的小屁孩来说，真的可以信任的人真的不多。就我不可能跟同学说这一件事情啊，对，所以我也找不到，我是真的没有了其他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你有一个哥哥是吧？对，我有一个哥哥。比你大几岁啊？比我大5岁。你跟他能够商量吗？对，算是比较能对话。算是比较能对话，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太大，还是我们两个，老实说那个时候还是2个小屁孩，2个人也怕，所以还是你第一次就是第一个你告诉他说这个计划的人是谁？对，就是我哥哥是吗？对啊，你跟他说，然后你哥哥怎么说？建议你跟父母说。对，建议就大家坐下来一起聊。那你家里当时什么情况？基本都是反对是吗？对，鸡犬不宁，我就4个字，鸡犬。哎呦天哪，鸡犬不宁，鸡飞狗跳了是吧？对，鸡飞狗跳了。这个大海掀翻小池塘。那就是所有人都想劝你稳下来啊，不要冲动是吧？对，不要冲动，不要冲动。那最后怎么办？对，最后本身呢，我爸爸那边的亲戚呢，他是说，哎呀，我爸既然他是有那个 BNO， 那为什么不 BNO 带全家去英国？哎呀，买个就我们家里算是也有点钱了，去英国买个独立屋、别墅什么的，不是问题。因为我当时候算是题外话吧，就10几20年前，我爷爷过世，我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就分家产的时候，我爸是最后是分到了房子，而香港的房地产这20年间就上升了很多，所以他们是有点眼红了。那他们就说，哎，我们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暗示周润边说，哎，到时候，哎呀，你买了个房子，哎，分一层给我们住咋的？在英国，对，对，哎，所以呢，还说什么？所以呢，所以华人社会呢，一旦有人跟你强调说什么啊，亲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你可小心了，对。你这个事情等于超出了你们这个小家庭啊，不只是你爸你妈知道，等于你们这什么7大姑8大姨全都知道了。对，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趁火打劫，这个是人类的恶性，人类的本性里面的恶。所以这么好的机会薅我们家羊毛，那当然不薅白不薅，大家也想来薅。然后最后怎么了？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我继续讲。然后我妈呢是长期跟我爸那边的亲戚又不和，所以本身他们两边也是很不和。然后因为我妈是嫁过来香港，所以她是基本上在这边没什么亲戚什么的，所以她就随便找了一些朋友推荐的那些移民中介什么的。然后她一来就好像收她什么他们是想安排我去澳洲读书，然后大概花个100多万，然后让我那边毕业之后在那边工作，然后就是港人救生艇方案嘛，就澳洲给香港那个特殊的方案。然后但是呢，他让我要是要放我走的话，我得开个保证书，就说哎，从此以后不碰政治，而且还不是立即能跑，还要再等个1、2年才能让我跑。那你这个保证书是写给谁的呢？就写给我妈。对，写给我妈。写给你妈。对，因为你妈要求你写这个保证书。因为他那个学费他不是一次过100多万给我嘛，他是慢慢的给学费这样子给。明白了，这样。对，我要是违反了，要挟你。对，就拿这个威胁我，我就觉得哎，这2个人感觉都靠不住。我最后想出的办法就只是蛮极端的，就是旅游签、美国政币。对，因为我哥那时候算是有在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所以那个机票钱他还是拿得出来的。等于你瞒着你的爸妈，然后你哥哥资助你，就用旅游签跑到美国去申请征币了。他们知道，但是他们的态度是
我不讲什么，我也不给1分钱，就你想咋干你就自己干去，对。但是之后的事情我们一律不该负责。具体的是什么时候？23年是吗？还是22年？不是22年的8月，对，22年8月抵达美国。然后呢，到了美国之后呢，你就对，我就拿着旅游签跟机场的海关说，哎，我要政治庇护，我要政治庇护。然后这个然后他们是一副小孩，你爸妈在哪呀？小朋友，你爸妈在哪？对，对，谁让你来申请的庇护啊？他们就直接一副就不停的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最后因为我不熟悉美国的移民法，虽然美国的移民法，即使你是拿着一个签证，但是如果你是在海关那边要求庇护，而不是先入了境、先盖了章再申请的庇护的话呢，你是和偷渡者一样，是会被送去关的。所以你就被去关了。对，对，继续讲。对，所以对那个设施它是给未成年人，但是它那套制度我是觉得蛮奇葩的。他放不放人是不看你有没有一个很强的证弊案子，他案子完全不看，他看的就是有没有人担保你，没有人担保你，那你就继续做。对，他是一直所以基本上美国甚至直到现在，美国移民制度一直都，甚至是说是庇护的制度，一直都有一个很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那你现在拿到证币了吗？我现在还在等，我是通过国会议员3催4请，去年9月做了第1次面谈，然后他说，哎呀，我案子太复杂了，还没谈够，然后他刚刚1月20又让我再谈1次，但是现在他那个庇护系统，因为有个阿富汗人在华府那边杀了2个美国人，他是拿的证币，所以呢，现在所有的证币，所有在移民局面谈的证币都被暂停了。我本身是要上移民法庭的。因为我是被关过的嘛，但是因为我未成年，然后移民法庭又把我扔回给移民局，让我先面谈了再说。那你担心吗？这个事情如果他拒，他不可能拒，但是他拖就一定会拖。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那个发给我的那3张图跟香港警方的那个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家人他们之后也到了英国之后呢，我就开始在网上就大鸣大放，就直接揭发他们那天的恶行。所以呢，所以因为我当时去警察局喝茶的时候，就把联络方式也一直留着给警方嘛。所以呢，他们就突然间说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要归还扣押的财产什么的，然后就让我出来出席，跟他们就跟他们见面，或者说派一个人做代表见他。但这是摆明是一个圈套。就你听说过郭凤仪的事情吗？没有。他是在一个美国的香港人。他是在这边做一些政治反共的工作，然后他爸爸呢就在香港想要把小时候给这个女生买的保险给取消掉，然后他被国安最近判了一个处理潜逃者财产的罪名。就他父亲被判了。对，被判了。他68岁，他没有碰政治，他不是在政治里面活跃。那这就是一个连坐咯。对，连坐。所以这个他给我发一个这样的邮件说，哎，你自己亲自或者你找个人来把东西拿回来好不好呀？那你觉得我信不信？我信他还是你信我是秦始皇？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邮件是吧？对，这个邮件。对，所以你看到那个 from 那个电邮那个地址，它是 @police.gov.hk， 那可是香港警方没准啊，它前面还 NS， 那 NS 是什么？不是 National Security， 难道是 Night Shirt 吗？对啊。
OK，然后我们看第2章啊，对，这个当时写的是什么？警方曾于对23年啊，就等于他们23年跟你都联系了，是对吧？你对你你对一直都没有回复他们，对所以对他又在这个23年的12月对28号，等于是又给对你发这个邮件啊。对好，然后这个第2个啊，对还是说这个事情是吧？让你对去就是反正就是要还你东西，让你本人去对对对或者找个人去啊。对，有然后个有趣的地方，就那个罪名，他说是那个发布煽动刊物。这次黎智英先生他被判处21年监禁，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他当天抓我的那个罪名。对，所以我算是可能真的是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来就直接向这个一来就打大 boss， 一来就向这个最高去挑战。其实但是你也没有发布这个刊物啊。对，他是觉得网上的东西也算是一都叫个刊物，对，都叫刊物。哦，发布煽动刊物啊，这个对是黎智英的罪里也有这么一条，是吧？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口袋罪，就跟寻衅滋事一样。他是一个口袋罪，他说什么他都能说你煽动。例如这是香港，你这个就有意思了。那大家总要上网嘛，你上网在网上发的所有的这些文字图片全都算刊物了。对对，还真是。就因为他那天抓我的时候，他是把我手机里面的对话呀发了什么东西全部截图，然后他给打印出来让我签字，就几百页就打印一大叠出来让我给签字。他把他那个截图他印出来了，那就成了刊物了。哦，对，牛。这个刊物是他发行的呀，不是你发行的。对，没有，那把这个罪名安在我头上那就可以了。这个反正再看看啊，还有一个第3页啊，你们这个邮件的对，然后就说我再不回复，刘探员是吧？对，刘探员。对，他就说什么，哎呀，你再不回我们，那我们就跟法院就申请就充公了，把东西给充公了。对，当然他到现在他也一直没把充公的文书给发给我，所以感觉果然，所以再次证明我认出来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出来之后我就能继续骂他，他也怎么说，他也打不到我，抓不到我。行，那我们接着聊啊。那你到了美国被关了多久啊？把你3个月。3个月。哦，那放出来之后，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3年时间了，对，是吧？3年对。你都在干嘛呢？在美国？在3年时间，他是把我放在过了几个寄养家庭了。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在乡下的一个墨西哥家庭，我在那边除了一边上学之外，基本上也没事情干，就是不停的做家务、洗车，就干杂活。对，然后但是干杂活都算。然后他知道我是干政治的，他直接把我网给断了。然后还骂我，对，骂我在美国人家庭是吧？不是，他是墨西哥人啊，墨西哥人啊，对，墨西哥人。然后这么敏感呢，就听到你这个跟中国这个什么不对付，有政治的事情就对他们，因为他们干这事情，因为他们家呢是一次过从政府那里接收好几个小孩子，然后每个孩子1个月1000多，给他就只给吃的给睡的，对。然后还有这个免费的廉价劳动力，是免费劳动力，不是廉价，免费劳动力。那这个何乐而不为？那我这个碰政治，那个可能会影响到他这个什么赚钱，所以他就不爽，他直接骂我，哎呦，你这么关心你这里国家人民，那你为什么不待在那了？他直接呛我，我就很生气。他怎么知道你是在这个关心政治这些事？你自己跟他说的？我那个电脑我放在放在那个桌子上，我忘了关掉，就直接全部都是那习近平什么的，那就，哎呦，所以这个也算是我不小心。那他不给你网络用，这个事情不可以吧？就是他应该给你提供这些基本的生存必须的东西吧，除了食物和水，
床之外，也应该给你提供网络呀。所以我就变成了用我手机的网，就基本上就变成了我用手机下载上载的东西，然后用电脑来剪辑，那个电脑是长期处于一个不联网的状态。就你用不了家里的 WiFi 了啊？对，用不了。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忘了问你了，你说你自己，你哥哥给你出机票钱，让你跑到美国去做政币之后，对，那你走了之后，你家里人也因为害怕，就全都移民去英国了，是吗？对对。那就他们什么时候去英国的？就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讲，不用很精确。23年4、5月左右。那就你走了半年。差不多快1年了，走了快1年。那我觉得好奇怪啊！那他们既然有这个觉悟，说那你们干脆一家人当时一起去英国不就完了吗？这个问题他是觉悟问题，是他没有第一天就有这个觉悟，而那时候我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也是真受不了那个情况。就是你很着急，对，我很着急，那么快。对，那23年4、5月份。距离现在都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他们到英国之后，你不可以去英国投奔他们吗？一方面我也是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很强烈的这个意愿，因为他们到了英国，他有什么他不习惯的，那肯定怪我头上啊。对，肯定怪我头上啊。是你爸爸、你妈妈还有你哥哥全都去了吗？是全去了。全都去了。对。这个很奇怪啊！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和解的，是不是？就是好好聊一聊，那你就不用在美国等政币，等的这个身份这么奇怪。这个问题是，但是老实说，I'm not ready， 就很直接。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就是 I'm not ready， 我是直接连话都聊不上，因为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坐牢的时候。我妈还隔着那个长途电话，我1、2个礼拜才能打一次电话，她还骂我嘞。隔着电话，我那时候在坐牢，还骂我嘞。你的点是什么？觉得你活该是吗？对，这离宗叛祖啊，什么这个背叛家人啊，这个什么这翻脸不认人啊，吃里扒外。对，所以其实你现在跟你们这个原生家庭里关系最不好的就是跟妈妈关系最不好了。对，是真的没说好几年了。对，这个耳根清净，我就直接说4个字：耳根清净。那跟爸爸还有联系吗？也没有联系。爸爸也不支持你吗？不支持啊，准确来说，2位也不支持。他们也是觉得被我坑了，就是他要不是我这个。不长记性非要在香港反共，他们也用不着这么奔波劳碌。对，那就只剩下哥哥可以联系了。对，偶尔，但是他也是觉得我就做的事情，在美国做的事情就太出位，他觉得我他就有点看我不爽吧，就也吵过好几架，在美国，我们是有继续保持联系，但是大家是真的是很难聊得和。他现在目前在英国是在上法学院。这个事情很有意思。那你就等于跟你们家庭就都没有办法聊了。没有。那刚才有一个你说了一个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哥哥觉得你在美国做的事情太出位、太出格。对，你做什么了？对，主要我除了就把我这段经历给公开，我还上台演讲。然后他最看不爽我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大翻译运动，你知道吧？我这边还做救助这个寻求庇护者的工作，就有个大翻译的香港的编辑，他就24年3月的时候也跟我干了一样的蠢事，但是因为他是成年人，他也是被关，他是被关6个月。然后我就那几个月时间，就直接当时候就决定全面的去露脸，去到处跑媒体，就找律师，就找 sponsor 把他给保出来。然后他还有10几天就上大庭，那到时候10几天他就应该能拿到庇护了，因为现在大庭没有停，只是移民局的庇护停了。
对，所以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我这件事情我帮别人，我又自己拿不到任何好处，我还有可能被这边的中共特务给针对什么的。我这个事情是这便宜别人不便宜自己，他就骂我吧。哦，他们等于其实也隐含着一层对你的关心吧，我觉得是吧？他本人，是他本人，只是我哥哥哦，只是我哥哥。OK，就是他也觉得你是不是太危险了，做这个事情是吧？对，对。但是你觉得危险吗？我觉得在美国，美国因为起码它不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领土，这里还是有它的法治，这里大部分人都有枪，对，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美国公民，他们都有枪。对，这边你真的有什么突发性的生命危险，你可以打911，就直接打911就行了。那你有实际遇到过吗？就在这个3年多在美国，然后你既然这么抛头露面啊，做了很多事情，对，我经常被拍啊。有时候我去中领馆门口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摄像头一直跟着我跑，他门口那个摄像头，我往左他就往左拐，我往右走他又往右拐。对，那你然后不去这个中领馆的时候啊，就你不去接近他们的时候，对，你自己在住的地方或者你平时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中共的一些什么人对你进行一些骚扰或者威胁，有吗？没有，但是小粉红很多，小粉红很多。哦，对，在美国的小粉红去骚扰你。对，也不至于呢，就是他们会说一些怎么说呢？就会说一些很铁幕的，他们很多是可以是来了20几30年，然后英语也讲不好的那种，然后在美国拿着美国的公民权，然后反美这样子。OK，对，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吧啊，这个是我们嘉宾，就是前2天是不是？对，你们在这个洛杉矶的，在声援黎智英，是不是在现场？对，我看到你了啊！这里你在这个里面是最年轻的一位啊，旁边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对，首先中间戴墨镜这位先生是香港立法会前议员单仲偕先生，然后左边那位戴眼镜光头的那位老先生，他是大陆人可能认识过他，他是香港的记者程翔，他以前是中共的人，后来就跟中共翻脸了，被判了3年。他当年呢就是写了一篇报道，就揭发江泽民把10几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割让给俄罗斯，那件事情20年前就是他干的。OK， 对，所以就我旁边2位是重量级人物，对，跟他们也有来有往，有时候会一起吃饭什么的。OK， 那你们这个活动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声援黎智英，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黎智英。对，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主题了，因为你的身份是一个香港人啊，但是逃离出来的一个香港人。那你现在看黎智英是一个我们讲回望的一个角度，对吧？因为黎智英没有选择逃，当然这个逃与不逃，其实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道德审判的意味，没有，因为留下来有留下来需要的勇气，逃有逃需要的勇气，而且呢，留下来会付出留下来的代价，就像你这样逃出来，你也在付出逃出来的代价，都有不一样。但是呢，毕竟你现在是逃出来，那么回头去看黎智英，我就今天就特别想跟你聊，因为你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啊，那黎智英是一个岁数很大的人，对吧？对。你们基本你们俩相差得有60岁，对，你什么时候知道黎智英这个人的？黎智英这个人，我从小就是看《苹果日报》的报纸长大的，所以大家都叫他肥老黎。就他算是一个
有点喜感的一个人物吧。大家除了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报社老板，他也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也是一个活动家。虽然他苹果日报那个狗仔队那些娱乐版，他那个手法是很受争议的，这个我认同，这个我绝对认同。但是在那个香港还有自由的年代，他算是有素质的媒体里面少数敢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就他不听传，但是他写的东西是有素质，但是他也反共，这三个东西同时在一起，它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你在22年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之前你就已经很小就知道他了，是吧？对对，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我离开之前，苹果就已经被给拉清单了，直接整个没了。我们这个嘉宾的网络有一点延迟，是不是你那边？对，不好意思。现在 OK 了，现在 OK 了。OK， 好。那你出来这3年多，其实有一直在关注他的状况，是吧？对，有。跟我们说一说吧。你作为一个香港人逃离了，你现在回去看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对黎智英？对，我认为他绝对是一个烈士，绝对是一个英雄。但是我也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当所有人都成为烈士的时候，活下来的就全都是坏人了。我理解，好人嘛，都想名留青史，都想当一个清清白白的人，都想就没什么污点。这个这个为了理想去死，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贵，也非常勇敢。但是问题是，这不代表为了理想而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就是懦夫，他们就是吃人血馒头。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认为不恰当的指控。就你人都死了，那你就什么也干不了。就是所谓的留得青山在，是吧？对，不怕没柴烧。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因为你还年轻嘛，我很支持你逃出来这个决定啊，而不是说你不逃出来就一腔热血的就留在香港，然后鸡蛋碰石头就这样去砸碎了自己。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那你出来，你可以有很美好的青春，你有这么多的人生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我支持你这个决定。但是你也能理解黎智英不逃。我当然理解，因为他是对香港的感情真的是几十年，他是从内地偷渡逃到香港的。他香港他给了他过去童年他一直不曾敢想象的东西，也给了他自由，因此他是会觉得香港给了他一切，所以他也应该用他的一切去回报香港。他也是一种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月同日死的一个态度。你是这么理解他的？因为我前2天看了一个 BBC 对他的一个纪录片嘛，对吧？那里面有一个小片段让人看了非常动容，就是说他在最后被捕之前，那么记者去访谈他，然后他也这个哽咽了啊，落泪了。他也说他也害怕，他也不是说就一副完全不怕的状态，他也害怕，他也恐惧。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必须要这么去做，这么活才有意义，是吧？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其实在意的点是说，因为他肯定是已经想明白这个事情了，他的人生或者他的这个财富，他的这个资源等，他要怎么去做，对吧？他的人生才能有意义。他想明白了，他就这么去做了。但是我挺在意的是，其他的香港人怎么看他。你比如说就拿你的家庭来说，你的父亲、母亲以及你的哥哥，对吧？也是一个年轻人，你有跟他们聊过关于黎智英的话题吗？其实没有，他们一直都是觉得，这个，谁露头就谁该死。我爸跟我妈的态度一直都是，哎呀，对，谁让你露头了，就这乖乖服从，那就不会死。对，
对，不反就不会死的一种态度。那你哥哥呢？哥哥他是处于这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就是我知道共产党他这不好，但是我也不想被铁拳砸，所以就是默默看着愤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你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已经出来了嘛，对，那你到美国之后，你和你原来在香港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就不联系了吗？应该还有联系吧？有，但是到了中学毕业这一天呢，他一毕业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签字文，跟我断绝来往，说要跟我断绝来往，就让我以后其中一个朋友是吗？对，其中一个在香港的朋友。哦，对，让我好自为之。对，其他的就是但是还是有其他的能联系到的人，已经移民到国外的同学就当然还有联系啊，就会联系啊，就会。其实香港立法会47人案里面，其中一个被告的议员，他的儿子就是我学校的同学，刚刚好。OK， 对，他现在在什么国家我又不说了，我就只说他是一个非常就能干的孩子，他是非常的努力，也没丢他爸爸的脸。他现在是医学生，他是未来的医生呢。对，那你有跟他聊关于黎智英的话题吗？有啊，他当然也是非常的难过，他愤怒也更多的是愤怒。他跟我讲电话，一讲到这些事情，他都是哭着来讲的，就都哽咽着，他就真的还就那个眼泪鼻涕就流着那边跟我讲话，所以我听着我是也觉得心疼啊。但是你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写了这个签字文和你划清界限、绝交的这样的朋友，那你觉得他们对于黎智英会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这个这么高调活该，他们的态度就是谁高调就是谁活该。这个让人挺难过的，就是如果黎智英付出这么大，但是香港人如果还有人会去觉得他活该或者骂他，那我们看了肯定会觉得很难过。对，但是我认为黎智英先生的牺牲他不是毫无代价，因为香港政府对于政治犯的特殊关照，怎么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不公开的事情。但是黎智英这件事情，他们这次耀武扬威，算是露出马脚。他们就基本上对黎智英能使上的就小手段都使上了，就去个法院，他这整个人用铁链给他捆住。对，他就把他当成是什么杀人犯、暴力狂什么的，然后他每天单独关押23小时。那他本身入狱前他是肥老黎，这个审判的时候呢，他已经骨瘦如柴了。那当时候那个检方那个检察官呢还说什么？哎呦，黎智英根本没瘦过，黎智英在监狱里面坐得太久还胖了。然后那个法官还接纳那个检方的说法，还调侃黎智英说：“哦，减重了是一件好事啊，有很多人都想减肥呢。”所以这种事情就更加亲自证明了香港政府它本身就不是在做一个一般的刑事的一个审判，它只是打着一个法院审判的一个羊皮去做政治迫害、政治清算，去消除去系统性消除意见的一个工具。因为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的特殊啊，本来应该是无论是中国人啊、香港人，哪怕是台湾人啊，我们这些观念里呢，都是一个阖家欢乐的日子，是吧？这个大年30啊，除夕夜，大家应该吃团圆饭的啊。那当然了，就是可能对你是一种小小的残酷啊！你现在一个人漂泊在外面啊，父亲母亲
包括哥哥都不理解你对，你也没有也没法跟他们去团圆了，只能自己吃或者找1、2个朋友了，就这样。对，那其实这样的日子可能会很长，因为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化但是也许是明年还是这样，也许后年还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倚老卖老就是因为我确实比你大很多那么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可能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虽然你很聪明而且你也能够理解很多东西了，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时间的理解，除非你能到我这个岁数，或者你能到黎智英那个岁数，那肯定跟你现在是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对，因为你如果只有1、2年和这个父母没有办法团聚，但是如果10年、20年之后，你跟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团聚，或者就没有办法和解，那个时候是另一种感受，和你现在是不一样的，对吧？对，当然了，就是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把黎智英的问题说完。我觉得对他来说呢，就会更残酷一点，对吧？因为他就不只是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的问题，对，他是本身儿孙满堂，他本身儿孙满堂，却为了香港这个地方，为了理想，在78岁的年纪就被判了和死刑一样的惩罚。但你觉得他真的就这么留下来接受这个审判，然后接受这个刑罚，你觉得真的有意义吗？还是逃走会更好呢？你怎么看？我觉得从实物上来说，以他的那个财富，以他的影响力，他逃出来的确是能够干很多事情，但是也不代表他在香港的牺牲会完全零贡献。我因为这次黎智英的案件呢，成功收集到了更多在国际法意义上的证据。我也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多国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正式控诉香港政府对异见人士犯下反人类罪。明白。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做的这个角度，就是让他的牺牲不要白牺牲，是吧？对，尽可能的用这个事情去法律追究。对，很棒很棒。这是你后面的主要关注的点是吧？对，我认为黎智英他身心受的折磨都会成为我们在法律上攻防战的武器。好年轻有为但是呢，就是我给你泼一个小小的冷水也不是我给你泼是这里有一个嘉宾，不是有一个观众，我刚才看到了一条留言，我把这个留言打到屏幕上，你看一下，你看看他说的话，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认同他这个话，所以才调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是另一个角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劝你一句劝一句嘉宾，说你还年轻，说这个你的思想是会变的，对吧？那么一成不变，坚持绝对真理是一种宗教化和理想化的想法。他说他建议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尽量去过正常的生活，把社会活动作为业余。你怎么看但是问题是宗教化，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本身就是有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这个我就很喜欢西方社会的一句格言吧，就 You only live once， 你人生只活一回，就尽可能就在无时无刻都尽可能把事情做到最好，不要让自己去后悔。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情歌也经常唱什么这个宁可这什么这个宁可最后分开，也最好当初不要随便的放手，是不是？我觉得当然了，就是你的这个宗教理想化什么，这个不用多聊因为
大家的这个信仰不一样吧。我是觉得他最后这句话，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啊，那些8964那一代去搞民运的、反共的人，对吧？那他们离开中国都已经几十年喽，几十年，然后有的人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职业在反共，就是你就是我们对这些人也不了解，但是平常呢，你就很难想象他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就是这个留言里边说的这个，尽量去过正常的生活，就是你不知道那些反共的那些箭头型的人物，他平常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对吧？他靠什么谋生啊？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啊？他平常都做些什么呀？如果他不在网上去发这些反共的言论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对，因为你现在的这种定位啊，因为你在申请政币嘛，对吧？那你本身也都特别关切这个政治，而且你是一个行动派，对吧？你跟我这样的人不一样，我是行动上等于是零，我只是在这里做节目，对吧？虽然我也抛头露脸，但是我也就是在评述各种事情，我并不组织任何的行动，对吧？我也不会去做你现在做的那些什么在什么国际的法庭上啊搜集这个罪证去曝光他们什么，反正这全都是行动的方面。但是你在做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的人生，有可能你未来的10年、20年、30年、40年，你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你可能都在做这些事情，你就变成了一个职业的活动家，有可能。我不知道，首先要澄清一点，首先第一点，我目前是在上大学，然后我也是准备申请去考 UCLA，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也有在上班，我在香港本身已经考到英国皇家钢琴8级，所以我是这里是一个钢琴家，也是一位钢琴老师。就除了政治以外，我本身是有一个音乐的背景。我要是香港没发生过这些事情，我现在也许是会在维也纳学音乐，或者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在学音乐，而不是碰政治。这个纯粹只是那么刚好，我是被这个时代所选中了。明白。这不是因为我自己吃饱了没事干，想去做职业革命家这种苦差事。但是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嘛，就是因为人的时间跟精力都有限，那么你有你的音乐方面的爱好，那么如果你在美国拿到政币之后，你有了合法的身份，那么你大学毕业，你也可以好好去找一份工作，或者你自己创业啊，做你自己的事业。可能这些事情可能也许跟反共这些都没有关系，或者追求香港的自由民主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呢，你这么有良知的一个年轻人，你是不会放弃这一块事情。对，绝对不会。你一生都会关注他。对，你也会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儿，能帮到香港，对吧？我觉得可能刚才那个嘉宾呢的话，也许就是说让你稍微注意一下比例，对吧？保持一个正常生活里面的身心健康，就是不要说我99%的精力全都放在这儿。他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对，我理解。OK， 还有一个留言啊，这个留言也是，看一下，他问你啊，也问我，就是年轻人应该怎么平衡实现经济独立和参与关注社会活动啊？怎么平衡？精英阶层可能拥有的越多，越不想关注政治啊，怕引火烧身。可是普通人的力量非常有限，没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又不愿意发声啊，等等等等。他就说这个最后会不会就变成艾薇薇了？OK，你来回答他。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因为我在香港本身也算是一个精英阶级的人，我上的是香港头2的公立学校，全英语教学，然后香港前特首就是我们学校出来的。这也是为其中一个原因，国安那天没直接下死手的原因，因为我拿不准哪个好朋友到时候就成了他们顶头上司。所以这个问题，所以我当初造反，相当于同时我也是造了我自己的反。这个因为
经济学有一样东西叫做 rational self-interest。rational self-interest， 每个人都是在理性的情况下，都是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自己去期待精英阶层会自己良心发现去争取社会公益，它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这是绝对的。但是，这不代表普通人的力量就是完全有限，完全没有话语权。我是一直也相信3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当时美国的国父，他们只是一群农民，他们只是一群耕地的，他们一辈子也没想过要当什么政治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受压迫的时候团结起来的时候，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大英帝国的军队，成功争取到了美国的独立。这个没有错，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当一群普通人组织起来的时候，那他的那个潜能他就是无限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4个字，抱团取暖。对，4个字，抱团取暖很重要。OK， 这个你也问我了嘛，我也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啊。我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对这个世界来说，精英的一个发声是有意义的，因为精英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精英这个阶层啊，无论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还是一些他比如运气好啊，得到了一些这个额外的财富或者资源，但是无论如何呢，是他占据了那个位置，他见识了很多东西，他有所谓的普通人不具备的一些能量，对，这个是有的，对，所以我当然不支持精英主义，我不支持精英主义，但是呢，我能看到精英阶层身上的这个力量，他们应该做一些事情去引领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文明的一些发展，就是他们有他们身上的责任，这是我认为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说中国的这些精英或者一些就是精英啊，掌握一些资源的啊，有一些钱的，或者有一些等等的，那么包括呢一些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对吧？他也是某些精英嘛，对吧？毕竟他成为了某一些领域的知识分子，他有这些学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脊梁是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像今天的这个嘉宾啊，那他的家庭在香港啊，那就基本算是精英阶层的，对吧？他也受的是精英的文化教育，其实在这里面就反映出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的良知被调动起来了，等于是一种于心不忍我不忍看到香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年轻人我的这个家庭我不是这个最底层的，那我等于嘉宾就会认为自己身上额外的多了一份责任，就是我应该发声，对吧？我不发声是一种耻辱，我必须发声。我一直都很相信西方社会的一种信仰，就是这个贵族责任。我是一直都非常支持这个概念的。我认为这个能力越大，责任就自然是越大。对，这点我跟你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共鸣的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你出来和我出来的时间点差不多，你是22年8月，差不多，对差不多，我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等于是我出来之后开始做这个频道，我也是要出来发声嘛，所以出来做这个频道，就是都是一个内心良知的一个驱动，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有共鸣的。就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挨过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的，我没有被这个党国迫害过的没有人说逼着我，你必须要跑掉，没有。是，但是我觉得得做这个事情，得有人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人的，就是我们这位观众他也在北美那么他所问的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挺刺痛
现在这个状态的，就出了艾未未这个事儿，对吧？对，因为艾未未在出这个事儿之前呢，给人们的形象是一种，就他也是某一种精英嘛，是不是？对，他家庭的这个成分，对，他也是一个精英的艺术家，然后呢，好像也是良知发现，看不惯了，去批评一些社会上的事情，然后被中共去挤兑出来了。对，他等于是顶着这么一个光环，那就会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比如说想到我或者想到你，对吧？那说了，那你们现在说的都很好听，对吧？你们现在都在这讲这种大道理、道德、良知，但是有一天你们会不会也变成艾未未这样的人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记得我2、3年前上李莹的节目上面说过一句话，这个就是李老师，这人们对李老师，人们常说这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但是为中国人抱薪者必被烧柴人活埋于冰雪。我是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就令很多人很气愤啊，在留言区底下疯狂的骂我。但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推特看到这么多知黑的原因。对，是普通人是有这个失望，它是自然的，它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是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去调节自己的情感，它是一个良好的活动家需要有的品质。对你。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应该是一种就精英弟子就突然想玩这个英雄救世的游戏，突然就想当 Batman 这个蝙蝠侠，就突然就出来就为一群毫不相干的屁民发声。因为这件事情它在任何人类的社会其实也经常见，例如说我们看到西方美国的大学，很多的大学生一边呢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但是对于伊朗迫害女性去屠杀抗议人民的时候却不闻不问，这些人我们看过。因为这个世界上10个人里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0个人看起来是好人，但是那50个人里面不完全是真诚的，里面有可能20-30个人就是做样子，所以他们本身很可能就没有太大的热忱。所以我们要判断这个要支持谁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要把最好的杠用在最好的刀刃上，也就是说去帮助那些真正会做事情的人，而不是只会喊口号的人。因为只会喊口号的人不仅是在中国民运里面，我甚至在香港的社运里面我也看到很多，我也经常骂。对，说我们时间差不多啊，我想问你我们最后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因为你的香港人这一层身份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香港的一个未来，而且呢你这层身份呢让你现在在海外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能更方便的接触到这些就是你讲的香港的一些社运团体。对，简单给我们讲讲啊，现在海外的这些香港社运团体，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变成了这个左右派立场对抗，优先于香港人核心利益，这也是让我非常心痛的一点。我就说一个事情吧，就那时候香港的那个国安法刚刚通过，美国当时国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那时候还没有大选，所以当初共和党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给香港人的特殊居留了，就是加强版政治庇护。香港人的政治庇护，他额外分出一个队伍，甚至可以在香港的美国大使馆去申请。OK。然而，那个是一些共和党还有一些右派的香港社运团体在想出来方案，但是有一些年轻人主导的左派团体呢，他们就觉得，哎，不行，你8964的时候给了什么中国人这个无条件64学卡，所以我们也觉得美国国会也应该给这个全体香港人美国的居留权。那当时2个方案就对立嘛，然后最后2个方案在吵，
吵了这么久之后，这2个方案都没有了。然后令人痛心的事情就来了，因为这个没有了救生艇，所有的救生艇方案都流产了，所以当有香港的年轻人在海关举手申请庇护，那就进移民监狱了。而我这件事情还有24年3月那位大翻译的香港编辑发生了这样的一种不幸，而这些左派的摄影团体呢，我找他们好几年，他现在那个年轻人他都快要上大庭了，到现在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为什么呢？这不就是因为他说了，他不就认错了吗？他们就相当于对，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只会喊口号的机器人。但是他虽然嘴上说着社会公益、关心社会，但是对于具体的人，他们应有的关怀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会倾向于这些人是爱人类主义者，他们爱人类，但是不爱人。所以啊，我再给你念2条我们这个观众的留言啊。一个人说呢，他说他是一个过来人啊，他就觉得你选的这条路不好走啊，就是且行且珍惜啊，这么一句话。对，我也引用一句圣经吧。对，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我再把它翻译成习近平的话语，就是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对，这不负上主。对，功成不必在我。对，功成不必在我。不成功。对。哎呦，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就有点我是觉得挺好的，因为你有基督的这一层信仰在啊，我觉得这个信仰可能会使你更坚定，以及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教导以及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对吧？因为你可以引经据典的去想出一些话能支撑你自己。是，当然了，无论如何啊，你即便有基督信仰，然后有你过去的这个家庭带给你的这种比如快乐的童年，对吧？然后这些东西都在你心底，但你现在孤身一个人在美国，然后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还在苦苦的等待这个政币，这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些观众可能岁数都比你大啊，那他就是都是有点关心你，就是对，在祝你好运啊，然后还有人谢谢我们啊，谢谢你在这里努力发声，谢谢，太客气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啊，因为我们一天也聊不完啊，就这个细水长流，今天这个日子呢，就当。其实我也挺孤独的啊，我在海外，我也挺孤独的，所以我们一起过个年吧，就当一起过个年啊。然后呢，也算是远远的去祝福一下黎智英先生吧。我也算陪他一块过个年，虽然他也听不到我们这一番对话。我觉得所有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大家一起呢，跟易碎君啊，我们也一起算是过了这个年啊。也祝大家，祝所有的人啊，也祝这个易碎君，那么我们就新的这个马年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你，万事如意啊。好，谢谢。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下次啊，我再约你，我们再来聊聊你。我希望那一天你已经政币成功了，拿到政币，然后有一些有一些新的一些体会，人生的体会可以分享给我。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聊这些。谢谢。好，下次再聊。好，拜拜。好，拜拜。拜拜。